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会员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怎么看中国，怎么看美国啊？这个题目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昨天看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中国必须面对的10大残酷现实》。这篇文章呢，让我想起了很多问题啊，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啊。当今世界上对这个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是中美之间啊，都会发生在中美之间。所以实际上我们怎么去看待中国，或者我们怎么去看待美国，往往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两个国家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对方，也影响了什么呢？影响了双边怎么样去和对方相处，这影响非常大。那这篇文章中国必须面对的10大残酷现实，其实讲的全部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讲一下这篇文章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怎么看中国，怎么看美国啊。这篇文章作者叫王丽芬，王丽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人啊。那么他在微博上也是个大 V 啊。那么我一直在关注他，他是优米的创始人。优米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优米是为这个创业者提供一个培训啊，为创业者提供培训。那么为什么他会做一个这样的机构呢？因为王丽芬他是一个电视人啊，他参加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他还创办了对话这个节目，对话这个栏目是他创办的。所以他和很多的中国的这些我们叫这个像马云这些大佬级的这种人物关系很熟啊，关系非常的熟。所以他用这些关系呢和他的培训相结合啊，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做的不错。那么他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见地啊，很有见地。那么他这篇文章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定就是他写的，但是现在网上这篇文章是署他的名啊。但我如果看行文来说，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写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目前中国必须面对当下中国又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全国上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决策错误。在这个竞争残酷的时代，一旦出现重大偏差，必将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冲动是魔鬼，激情是迷药，现实虽然残酷，只要正确面对，处理得当，都不是什么大事儿。目前中国必须面对10大残酷的现实啊。那么第一啊，我就不念内容，我只念纲要啊，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啊。第一大残酷现实，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10000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啊，这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讲法，说中国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其实讲的是什么？成本优势其实就是中国没有本钱和美国对抗啊。那么它里面这么说，你可以讨厌美国，不喜欢美国，恨美国，但不要影响重视美国。不是因为觉得美国好才跟他搞好关系，仅仅是因为美国是老大，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事实，你不服不行啊！这是王丽芬说的啊。第二大残酷现实，
现在的中国可以影响世界，但不能左右世界。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啊。第三大残酷现实，中国模式仅仅适用于中国，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不能被复制的啊！不要动不动就想推销中国模式，别人不会接受，也会水土不服啊。中国高速发展呢，老实讲，也不算太高速啊。你要看一下东亚经济模式就知道。第四大残酷现实，不要轻言战争。如果40年前中国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底气，因为我们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如果你现在还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虚张声势，因为你相当富裕，你的北上广深大城市已经与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可以媲美啊。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中国若与强大的敌人战争，必然是本土战争。我们壮大军队不是渴望战争，而是防止把战争引入家门啊，这是第四。第五大残酷现实，中国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朋友圈永远在第三世界。要牢记，西方那些发达国家是不会带我们玩的，在他们眼中永远有优越感，西方永远瞧不起我们的价值观，永远认为中国落后，在西方人眼里永远存在东西方差异，千万不要认为可以融入西方世界，天真的认为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中国与欧美仅仅是生意关系，是做不了朋友的。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共啊，对吗？因为你是中共啊。其实他没有讲出这个话来，我帮他说的啊。第六大残酷现实，不要主动去向世界承诺什么，更不要用钱去买地位，充当世界领袖。这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嘛，我就不说了啊。第七大残酷现实，中国已经回不去了，不可能因为摸着石头过河，陷入了深水区就想妄图退回去。时光不会倒流，不可能因为害怕风险而停止这场游戏。从打开国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注定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国门必须越开越大，陷阱必须越走越多，不能轻言放弃，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客气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回答那句话，就是中国会不会恢复计划经济啊？就说我们现在市场经济搞成这个样子，都算了，我们搞回计划经济嘛？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第八大残酷现实，不能为了追求多快好省而超速上瘾，不要动不动就犯大跃进的毛病，不要炫耀所谓的弯道超车啊。遵守规则从来不是墨守成规，讲究信用也不是呆傻愚钝，所有投机取巧的钻空子，结果都是互相伤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越强大的人越把规则当作生命看待，这就讲的是中国人，真的讲的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啊，心态和生存逻辑啊，或者是叫生存逻辑啊。第九大残酷现实，你今天超越了别人，明天别人就会超越你。超越强者不是为了证明你的强大，而是让民众享受做强者的好处。事实证明，真正聪明的人愿意永远是一个追随者，而不愿意成为一个超越者啊。也许你觉得韬光养晦无法显示出英雄本色，但低调做人恰恰是深藏不露高手的基本素质。讲给习近平听的吧。
第10大现实，所有用钱买来的朋友都靠不住啊，这讲给习近平听的嘛啊。那么最后他这么说，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甚至是残忍的，但是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残酷而使人不敢正视现实，仅仅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曲解的现实啊。这是一篇我没有全读完啊，我没有全读完。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啊，那么也非常有针对性，针砭时弊啊。那么其中我认为10大残酷现实，其中有8个残酷现实都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啊，最重要的对世界影响最大的2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冲突最激烈的2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怎么看中国，怎么看美国，是我们认识身处的这个世界最重要的2件事情。无论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要认识这2个国家。那么要了解中国，要了解美国啊，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些误区，我把它列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先列一列啊，先讲一讲。第一个误区，我生活在美国或者我生活在中国，所以我就了解美国或者中国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那么你要了解一个国家，你必须全面的、深入的、广泛的去了解啊，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要去了解这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啊，我告诉你，你在新疆和你在德州，你对美国的认识和在湾区和在北京对中国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这就叫幸存者偏差。我有个朋友问我，哎，这个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现在这个水灾没那么严重啊，没有什么严重，当然没什么严重，北方旱着呢啊，所以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国家处在不同的位置，处在不同的区域，他对这个国家的感知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把握这个国家，需要更全面的认知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误解，以为你在美国就认识美国，或者你以为你在中国就认识中国，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中国的这种误区啊，有2个基本误区。第一个，中共半年之内就会倒台，它非常脆弱，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中国经济很快就崩溃，马上就要崩溃了啊，有问题。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一年之内就崩溃了，这是误区来的啊，误区来的。为什么？我做中国经济新闻做了20多年啊，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包括现在。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但是它没那么容易崩溃。原因很简单，中国有14亿人口，这14亿人口每天都在挣钱，都在想钱的事儿，都在奔着钱去，都在这个挖空心思要挣钱。14亿人口天天都在想这个事儿，所以中国经济有足够的动力啊。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是政府的政策不当，它有足够的动力。你去看一下很多国家不是这样，很多国家的人不是大家都憋着要去挣钱的，不是的，大把。你去走走那些国家就知道，所以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不会在短期之内崩溃啊。这个我没有看到，有迹象说中国经济很短时间之内会崩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说中共很快就倒台，一隔着就死啊。我是不相信的，我做中国新闻也做了20-30年啊。那么中共并不是越来越脆弱，中共是越来越强大。为什么？因为他从
从中国经济摄取的资源越来越多，而且它的手段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先进，所以它不是越来越差脆弱，而是它越来越强大。如果很多人说我反共，你连共产党是什么，他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反？所以有人说他要反共，其实你一定要明白，那是一个非常长远、非常长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不是你一隔着他就死了，半年之内搞定，我回去接收中国，然后大家谈官相庆，没有这回事，想都不要想。所以要让中国人觉醒，要做一些改善、改变中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首先要了解中国，你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去让中国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啊，中国误解。第二个就是对美国误解啊，美国认为美国实力强大，他轻易就可以击败对手。不是这样的，美国是很实力强大，但他们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击败对手，都是要死人的。每一次美国参与一些事情，他要去击败对手，对方要搞出人命，他自己也会搞出人命，所以没那么轻易的，这是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就是美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么大，或者是美国对道德的追求没有比你想象的还要大。经常中国人看待美国经常是搞反了这件事情，就是对经济利益和对道德的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跟道德的追求经常弄反，所以经常出现误判，原因就在这里啊。为什么？这跟中共洗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我们要先把这些误区给它清除掉，然后我们再来讲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怎么看待中国也好，怎么看待美国也好，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分析的框架。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这样的议题啊，我们怎么样去分析一个国家，或者是分析一个和我们有关系的维度。一个国家非常的大，我们真的要去把握它没那么容易啊。但是呢，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我们和我们有关联的维度找出来去分析它，那么就更容易，或者是会让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把握这个国家，或者把握我们想认知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讲？从中国开始讲啊，从中国开始讲什么呢？我们分两部分讲啊。第一部分就是分析的框架，我们之前讲过怎么样分析中国啊。那我们从4个方面讲：第一，权力的架构；第二，经济；第三，方向或者是路向；第四，领导人。我们大概从这4个方面来分析，就是从这4个维度来讲啊。我不想展开讲，我今天都是大纲式的讲，因为我们只有大纲式的，因为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这是个非常庞大的议题啊，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堆的看法来啊。但是没关系啊，我就按照这4个按照我想到的这些框架来分析啊。分析呢，我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啊，抛砖引玉，让大家都能够打开一个思路来讨论这些问题啊。我还是要插一句啊，我们会员视频，我希望更多的是一个互相的思想的一个碰撞和火花啊。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贡献，每个人都有想法啊，参与进来，好吧？我先讲第一是分析的框架，第二是趋势啊，我就讲这两部分。
第一，分析的框架分4个部分啊，第一是权力架构，第二是经济啊，第三是方向或者是叫路向，第4是领导人啊。这是我为什么从这4个方面去分析，因为这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啊，中国的特点是有关系的。美国就不一样，美国不是这4个维度，美国是另外4个维度啊，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权力架构其实是非常简单啊，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元化，就是中国的权力其实就集中在中共，所有的权力其实中共从建政到现在1949年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中共始终不渝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强化中共在整个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和权力，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到了习近平已经基本上就是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分权的过程。什么叫分权？其实中共一建政，它就是个集权政权。其实所谓的反右啊，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讲中共推动的一些运动，我们经常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去分析啊，很少有从这个国家层面去分析。其实反右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从权力上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所谓的民主党派的地位全部打掉，然后中共去完全，其实中共建政1949年建政，它是控盘，中共是控盘，但是它是让了一些民主党派的人放到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他还是分了一些权力出去啊，分了一些权利，或者是给民主党派一些政治地位。那么这件事情到哪里为止？就是到反右为止。反右其实有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就是把所有民主党派的这个原来给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全部收走，然后进入反右之后，其实中共就把所有的权利全部收到他手里当中。所以其实很少人去分析这些，其实这些问题是值得分析的啊。所以中共到了反右之后，那么其实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全部靠边站。中共把所有的权利拿到牢牢的抓到自己的手里，然后他是用什么呢？他用什么模式呢？他用个非常简单的模式，就是党委建在连队上，就是古田会议精神，就是长征路上开了一个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把党组织建到了连队。建到了连队是什么？就是党和军队结合在一起，就是紧紧的吃住你。然后到后面建政之后，党委就建到了所有的政府部门机关里面去了，就是等于就是把权力全部抓到党的手上了。所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如果不研究中共，其实是不了解中国的权力架构。中共的权力架构其实全部都在党的手上。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政企分开。为什么要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就是企业就经营不下去，企业经营不下去，大家就没饭吃。其实改革开放最早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政企分开。只有政企分开，企业才能正常经营。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就要让企业正常的去经营，如果企业不能正常经营，大家都没饭吃，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第二件事情，政企分开，发现还是不行，那就要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是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做的事情。那么到了后来，慢慢这件事情，其实中共喊的最多的一句口号，从1949年到现在，所有的口号都没有这句口号喊得多，叫什么？叫加强党的领导。所有的中共的总书记上台之后都会说一句话：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就加强中共的权力，加强中共的权力就加强他的权力。所以改革开放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一直往前走，走到了哪里？走到习近平这里。习近平又把这件事情又翻过来，四中全会所谓的机构深化改革，就是把这件事情再改回去了，就是把党政又变成不分了，甚至很多党的部门和政府的部门合署办公，那就已经又改回去了。所以中国的权力架构核心就是中共，中国的权力架构核心就是中共，中共的核心架构金字塔型的独裁。为什么中共可以用独裁的模式去管理这个国家，是基于党的权力架构而来的，而不是基于政府。其实政府的，所以中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第一个权力架构。第二，经济，中国经济是什么情况？总国而言，改革开放那么中国整个的发展一直到2016年、15年这几十年间，虽然中间有很多波动，但整体是往前走，往上走，大趋势是一直往前走。那么到了2015年、16年，实际上这个势头就开始出现拐点。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内部需求已经很强大了有非常大的一个内部需求。但是由于它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世界上第二大，一年有100万亿的 GDP， 100万亿人民币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万美金但人均 GDP 其实对中国个体的收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中国人的收入还是在整个经济当中还是比较少的全世界算是非常少的部分，所以它平均没有意义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今天，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呢？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高速增长已经过去了，它进入低速增长时代。但是这个时候它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进入低速增长时代，可是它还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现在中国遇到的困境，就是它没跨过去。没有跨过去，他想怎么办？他想弯道超车，就是王立芬讲的那个话，他想弯道超车。怎么弯道超车呢？他就派人跑到美国去偷技术，跑到西方国家去，这里建个研究所，那里建个研究院，然后各种各样的用尽一切办法拿到他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希望弯道超车，能够尽快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形势。由于过去一段很长时间，中国没有就经济发展需要去改革它的经济结构，所以它现在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都处于一个僵持状态，所以经济的风险很大。第一，经济风险很大；第二，经济规模已经很大；第三，它有很大的需求，内部需求；第四，它还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它可能会困在这里，有可能这是第二，经济。第三，录像。我们原来讲，大家要知道一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共独裁国家那么这种国家，它要么
就转型啊，转型有点像现在的越南，越南就在转型，越南转的比较清晰啊。那么中国转了一半，又往回走了啊，往回走。那么他到底会怎么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以习近平现有的心态来说，我看不到他会继续转型的动力。所以现在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可能会真的往回转回他想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回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当然没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但是有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叫邓小平啊，邓小平就说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啊。那么全世界都知道他要搞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不想搞社会主义了。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没有，它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你想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搞社会主义；你想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你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是胡扯，那是骗人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搞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呢？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一个，一方面我通过搞社会主义获得一个什么权利？获得一个，因为我是社会主义，所以我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对不起，我就是一个独裁政权，我就独享政权，这是他社会主义的目的啊。社会主义是其实对中共来说，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其实是政治制度，对他来说是政治制度。所谓的政治制度就是中共独裁，我合法的中共独裁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能把经济搞上去啊，社会主义搞不上去经济啊，搞了这么多年搞不起来，大家就饿肚子啊。所以呢，这一头呢，我又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话我又能挣到钱，而且我同时搞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我这边独裁的权利可以在这边变现，而且还没有人制约我，我想怎么变现就怎么变现，因为我的权利不受约束，这多好。所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于中共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就是我左边有社会主义的政权，右边有市场经济的好处利益，它就大概就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个怪胎，这个怪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一直认为中共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是个过渡，最终要过渡到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没有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回事，因为这里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政治制度，但它首先是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经济制度，你不可能两个经济制度同时存在。中共把它放在一起，我们且当它是权宜之计，让它过渡，但是没想到他不想过渡，所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邓小平，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就在河中间，他就不过河了，他就天天在石头上，在河里面摸石头，刀子天天摸来摸去，他就不过河。为什么？因为他在河里面实在是太爽了，又可以独裁，又可以变现，多好！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的路线现在就搞不清楚他们想干嘛。现在邓小平他们江泽民他们一票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在在河里面摸来摸去，挺好的。我就不过那个河。现在习说我们要不忘初心。习是提出来什么？我们不忘初心，我们得回社会主义这边去。你像中间是吧？这边是社会主义，这边是资本主义，中间有一条河，就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摸着，我在中间多好，这个左边有左右逢源。习近平是现在就是小红旗一挥，说我们别忘，我们不忘初心，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把红旗插遍全球。
那你得往回走，因为你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它真的了，所以它的路向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路向。这样的路向后果是什么？后果很严重。为什么？你真要往回走，那我们且不论会不会闭关锁国，但肯定不是往前走的模式，对不对？那么你不闭关锁国，不搞计划经济，你怎么个意思呢？不清楚，这就不好分析了。完蛋了，这美国分析不了了，怎么办？大概就是中国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从这4个维度讲，那还讲不完，我第2部分还没讲，怎么办？美国这部分怎么办？我先把趋势讲完，第2部分就是趋势啊。第1部分分析的框架，第2部分趋势。趋势我们从4个层面讲，一个国家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个人层面，一个是总体发展。我就简单一点的讲吧，简单趋势趋势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国家层面讲的趋势，就是现在中国的趋势有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说，或者是从政治层面来说，中国的发展，中国政治往前跑，有2个最显著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外部风险。外部风险是什么？就是美国。美国会把中国当作非常重要的威胁，因为之前中美之间有一些默契这核心的默契是什么？核心的默契就是，这当然是中国加入世贸就已经谈判过程就谈了很多遍的了中国跟美国承诺说，我们不会把宏基插遍全球，我们不会输出革命，我们就是改革开放，我们就转型搞市场经济。那么美国一听你要搞市场经济，意思就心领神会，原来你要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行，那你就不是我的威胁，那你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你就进入全球市场，那么中国就进入全球市场，就挣了很多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美之间的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诺。那么美国就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威胁看待。那事实上过去多少年也是一直是这么发生，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情况你要把宏基插遍全球，你要不忘初心。美国一看你这一挣了钱，这个钱多脸一摸就不认账，那怎么行？那美国就会把中国当作一个威胁，中美之间的冲突是这么来的。这是第一头。第二头，当你中国经济开始过完了最红火的时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转向，在这个时代去转向，问题就大了。原因是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就会面临一系列的剧烈的经济风险，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在政治上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大家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改革开放给大家一个说法就是，我把你的铁饭碗拿走。铁饭碗其实是一个社会契约，就是在中共独裁政权之下的一个社会契约。什么契约？你给我绝对的权利，我养你一辈子，这就是铁饭碗。你只要进入我的这个编制，进入我的这个体系，我就保证大家一辈子都有饭吃，这就叫铁饭碗。好，改革开放是什么？打破铁饭碗。打破铁饭碗，可是你政治权利没还给大家，那你这不是违约吗？共产党说没关系，记住，没问题，我改革开放，我改善你们的生活，你没有铁饭碗，生活会更好，这是一个政治承诺。那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生活真的是改善了。
中共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什么情况下？不断的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那你改善，啪，经济掉下来了，然后你又往回走了，那意味着什么？你的合法性没有了，因为你不是要改善人民生活吗？你没有改善，你先往下掉，大家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还就更恶化了。那你就这一头面临经济风险，这一头面临政治风险，外面又有什么？美国把你这个叫什么？把你这个当作对手来跟你开战，所以呢，在国家层面，这个危机就越来越严重了，这就是国家层面的危机。社会层面来说，社会层面其实中共对整个社会啊，它的监控越来越严，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社会其实是回不去的了。就是说，虽然你可以看啊，就是你到北京，你还可以看见这个带着红袖标啊，带着红袖标的这个胡同里面有带着红袖标的大妈大爷在那儿干几十年前干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回不到原来像文革啊，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其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力，你看，虽然中共到处装摄像头也好，搞什么网格化管理也好，但是其实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下降。为什么？就是一个原因，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端体制饭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不靠你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你记住，只要不端你的饭碗，就不听你的，听你的只有端你饭碗的人。所以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中共的控制能力。所以中共虽然有很多的措施啊，什么摄像头，这些各种措施，但是其实它真正能控制的也就是1-2个城市，比如说北京啊，比如说上海啊，但是大部分的城市它是控制不了的，因为或者说我们说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中共能够控制的这个范围，因为他不端他的饭碗，不端他的饭碗就不一定听他的话。为什么中共要把这个党委建到私企上面去，建到外企上面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社会正在中国社会往前跑，基于2件事。第一个，基于互联网，互联网这件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中共网信办的权力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基于投资，基于各种各样的投资啊，叫什么 LP 的投资啊，这个风投啊，各种各样的投资改变了很多社会的运行模式，就这2样东西。互联网技术，以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你想一下，现在的中国，20岁，他可能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他通过一个某一样东西的发明，他已经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或者他作为一个网红，他已经变成一个亿万富翁，他谁都不靠，他就自己拿个麦喊成亿万富翁，都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共的对这个把握已经比他就是已经超出他自己的想象啊，这是第二个社会层面。第三，个人层面，我们经常讲一点啊，就是说中共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啊，中国人，但是如果你不看新闻，他就没办法洗你的脑，对吗？
如果你啥都不看，你既不看微信，又不看微博，你又不端他的饭碗，你又不看报纸，又不看杂志，又不看这个新闻媒体，你怎么办？你别忘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多不多？还真挺多。为什么？大家要记住，中国的新世代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的新世代，所以我一直说我对中国抱有希望，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信念，还真的是有的啊！就真的是中国新世代啊，当然洗脑对他们仍然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和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那个时代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见识、他们的这个自主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爷爷辈啊。当然这部分人群多吗？这部分人群，绝对数是很大，但是比例不太大。但是这个人群会越来越大，为什么？这跟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什么？跟社会的富裕程度有关系，财富的积累，还有这个年轻人面对世界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情况，个人的发展，个人层面的发展，已经不是我们这一辈，或者我们上一辈，或者是这些新时代的父母那一辈所看到的那些，我们很多时候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都在发生。这是，所以总体而言，一句话概括什么？中国的趋势是一个矛盾而扭曲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说2层皮或者是3层皮。什么是顶层设计？顶层的中共就是以习为核心的这个红二代，这个顶层这个，他们在往左转，但这个社会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个人又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他们形成了几层皮啊？这几层皮虽然中国的权力很集中啊，但是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财富的增加，那么个人的这个自由空间也在扩展啊，这种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是什么？中共就失去了控制这个社会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啊，但是不仅仅是这部分啊，其实中国的情况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要有一些，当然现在在这些领域就很少有资料啊，有人涉及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大家可以我抛了个砖，大家沿着这个砖去发扬光大，好不好？那么我大概就讲这些啊，讲这些。美国这边我就不想讲了，因为已经讲了48分钟了，再讲我们就后面就那个什么了啊。后续，速度很慢吗？有问题吗？我看的没问题吧？啊，美国这边我就不讲了，我只讲我分析的框架啊和趋势分析，我讲我的思路啊，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往里填啊。我们在互动的部分来讲啊。美国先说分析的框架4点。第一，政体对决策的影响。美国政体3权分立啊，它对决策的影响是这样的。这个需要很多虽然我们讲的是常识，但是其实我们要用日常的这种日常的这个变化，新闻变化来分析这件事情，其实并没那么容易啊。比如说香港自治法。香港自治法是香港自治法参议院提出来，参议院通过，然后跑到众议院去通过，众议院参议院全部通过之后，然后他们合并方案再回去
统一版本，全部通过，通过之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生效，这就是三权分立啊，三权分，比如之前我们讲最高法院判什么，判这个叫什么纽约的检察官要川普的会计公司拿川普的税务记录，那么官司就打到最高法院。你看三权分立的这个体系，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新闻当中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就要看什么？我们第一件事要看的是它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政体对决策的影响，或者对政策的影响是个怎样性质的影响。你比如说川普这个香港自治法，这是议会国会通过的一个法律，它不能够马上生效，必须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总统不马上签字，他就拖着，他对这件事情是有影响的啊。他为什么要拖？或者是他不马上签字，他背后一拖，这中间的影响会很大。我们要通过这些事情去理解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分裂的社会结构，大概美国这个社会的分裂举世无双。为什么？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全世界的人跑到美国来，然后这个美国就有一样东西让大家弥合，是什么？就是国家理念啊，自由民主人权，让大家统一在这个旗帜下。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这个国家是这么的分裂，民主党、共和党分裂，然后是左派、右派分裂啊，然后这个民族跟那个民族分裂。如果你把你用放大镜一看，全是裂痕啊，全是裂痕。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对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影响？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的实力，美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啊？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啊，文化，比如说电影就是美国的软实力啊，等等很多领域啊，比如说出版，很多领域，它的实力到底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很少有我们很少去做研究分析美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啊，这是第三。第四，大选马上就要来了啊，大选。那么我看过一篇文章介绍说这个川普的优势非常明显。为什么？他们这个调查机构呢，他分析上次就是他们分析川普就非常的准，他们分析的非常准，他们认为川普赢面非常大，而且这次川普会大胜，就是他的大胜可能跟奥巴马那次的大胜级别差不多，是一面倒的大胜，这是一个分析。另外还有一个分析就是说这次民主党要赢，为什么？从哪个角度？你看这个是从初选开始分析，从初选的角度分析，这个分析是从哪个角度？从这个年龄，从种族来分析民主党这次会赢，还有80年的周期啊，有一种80年周期理论，轮就轮到了民主党了。那这大选各种理论都跑出来，那么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就是大选是什么？大选是美国政治的巅峰，所有的美国的政治在大选当中表现的最淋漓尽致，他丑陋的，他厉害的，他这个好的坏的全部都在这里淋漓尽致的展现给大家看。所以大选可以讲啊，可以分析啊，这就是我讲的分析的框架。我们通过这几个维度，我们可以大体上理解，就是当然你要理解一个美国，当然不可能用一个节目2个节目来讲，那这绝对不可能，就讲1个月讲不完。
但是我们要去在这么短时间去把握啊。那我大概是从这4个维度来讲。那么趋势呢，其实我是想讲也是4个维度。第一，资本讲什么呢？讲华尔街和什么？和投资机构，就是风投啊，这个各种投资机构。因为资本影响什么？资本影响趋势，所以我第一会看资本，第二会看什么？科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是给美国这个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竞争力啊，就是看科技。第三，社会看什么？看移民啊，移民是现在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啊，这是第二、第三个。第四，政治方向。美国是一个钟摆型的国家啊，一会儿往左摆过去，摆一段时间又往右摆，不断的摆。美国就是一个叫钟摆型的国家啊，左右，通过左右的摆动，平衡什么？平衡效率和道德之间的这种保持这种平衡啊。你要讲道德就没有效率，你讲效率就没有道德。那么往左摆往右摆，就不断的调整一个国家在道德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啊，这就政治方向，大概就是这样。我今天又讲冒了啊，讲冒了。那么我在这里还是要解释给大家听啊，就因为还是有网友会误会我啊，就是我既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我也不是拜登的支持者，我既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我也不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我是个媒体人啊。那么当然，作为总统，川普我说的更多，因为所有的政策都绕不开他，所以我对川普的批评会更多一点，因为他的政策是影响到我们每天新闻的发展，所以我对川普会批评的比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么当然，民主党我上一期节目我说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为拜登辩护啊，其实我讲的是什么？无论是川普也好，无论是拜登也好，大家不要凭1-2条新闻就对这个人下结论。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当一个人变成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都会拿放大镜去看他啊，没有一个人是扛得住用放大镜去放大的。不信你来试试看，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去，放大你来看，我保证，我只说我看到的不好的地方，你会变成千夫所指，一定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2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有没有足够的道德，这是第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在川普身上发生了变化啊，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不论这件事情，我们就第一就是道德，第二是什么？他的治国纲领是什么？他或者叫政见是什么？就是这2件事情。但是当他们进行竞争的时候，这2件事情重要吗？很重要。但是其他的事情也变得很重要，它就会发生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选择一个总统，你主要抓这2件事情。所以其他会不会影响我们？一定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看这件事情，我们要这么看。中国人有一些中国人，因为我们生存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生存的时代是政治决定论。什么叫政治决定论？就是政治决定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呢，我们在看待政治的时候就是要拼命的。所以中国人一讲到政治就是要拼命的。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看美国总统大选，或者看民主党也好，川普总统也好，我们不能拼命。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生活场景。大家不要拼命，不要在这儿拼命，不要跟我们的其他网友拼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讨论政治问题，不是我们在中国处于政治漩涡。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再劝大家一句，因为马上我们后面，我们现在7月中了，马上后面大选的议题就会噼里啪啦就跑得来了。我不希望我们这个议题会变成一个我们在一讨论总统选举的时候，然后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跟民主党的支持者就打得不可开交，那就没意思了，那就真的水平太差了。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讲清楚，我不是任何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我就是每一个候选人的评价者、评判者、分析者、认识者，我是做这个工作。我把我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你们自己做判断，就是这个啊。那好吧，那么我们今天1个小时，我们还是要互动一下，好吗？不互动我就觉得心里好像不完整。好，我们今天进入互动好吗？看看大家有什么说的，行吗？来吧 ，Come on。好，明谢一下 Anacon， 谢谢王老师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打卡排第一真不容易，很幸运，请老师喝香港地道的茶餐厅鸳鸯，好，谢谢 Ivy 刘，谢谢标准会员周末打卡，本来只是支持王先生，前天因为香港努怂川粉分析深刻，还真性情，非常支持力挺，谢谢。七粉，谢谢 Chloe， 谢谢支持王先生，谢谢王先生的辛苦付出，收益良多。姥姥王，谢谢，都是自家人，来点轻松的，因为王先生说广东话很好听，所以请用广东话念。邊個話我傻？我請佢食燒鵝。OK， 好。Renee Mark， 謝謝。519， Sam Sarah， 謝謝啊，謝謝王先生講得真好，可以考慮以後公開這期節目。OK， 好吧。觀點。關於大選，我覺得王老師不必再解釋，這麼簡單的邏輯都理解不了，請先反省自己。非黑即白，強迫人站隊，真的是鬥爭思維。以後有機會應該公開這期節目，太好了。我會不斷的講，為什麼？其實呢，一到政治就拼命，這個呢，真的是他忍不住啊！為什麼？就是在牆內生活的這種模式啊，這是牆內生活模式造成的。只有在牆內生活過的人，才會有這種級別的拼命。大家一定要記住是這樣的啊！所以我還會不斷的講，因為這個，我覺得溝通是理解的前提，我們還是要盡量的溝通，我這樣要盡量的跟大家講。雖然會浪費一點時間，但是磨刀不誤砍柴工啊，所以我還是希望網友能夠基於過去這麼長時間你對我的了解，請你相信我講的這些話全部都是出自於我的肺腑之言啊，好吧？觀點，中國在河裡摸來摸去還有個好處，就是得到 WTO 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一邊賺錢一邊獲得各種優待。中國遲遲不過河，反而出現後退的趨勢，就是中美關係破裂的核心原因，非常對。打卡浙江，觀點特別贊成王老師。我大學時候的美國文學的老師就教導我們說，美國是大熔爐，是披薩，是各種文化的，是各樣的多元文化，有包容有張力，但所有人對於 Land of Promise 的人都認同和追求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请王老师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追求这个美国梦，谢谢。好的，加油，支持你好吗？观点：目前的中国就好像一条大船走错了路，越来越窄，有点搁浅了。问题是有一大堆的奴隶在后面逼着拉着这条船往前走。不少人已经发现前面是无尽的沙漠，我认为，但开船的是个神经病。目前退回去是最佳选择，可是神经病人太嗨了，前面又出现海市蜃楼啊！你这比喻很到位。观点：中国其实大部分人是清楚当下的处境和形势，除了50、60年代的那一批没读过书、被常年洗脑的红卫兵同龄人，更多的是投机分子，比如类似胡锡进之流。我甚至可以想象，果真有一天中共下台了，他会怎么为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辩解的那副嘴脸，包括体制内的人和成龙这种，其实都是逐利而已。一旦形势逆转，到时变脸比谁都快。非常对。给你提个建议，写短句，一句话只讲一个意思，把一个意思拆成3句来讲，你这样的文字就会通顺一点啊。观点：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老外傻，个人觉得不是老外傻，是老外比较守承诺，有法治意识，而中国人喜欢耍滑头，把自己的厚黑形容成聪明伶俐。中国人当然要活得像中国人这么聪明伶俐呢，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环境才会这么聪明伶俐啊。那么老外傻，他有傻人有傻福，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聪明，他就能活得很好，他为什么那么聪明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的写照啊。观点：了解一个国家，我是从法律了解的，权力分配看宪法，国民权利看刑法，如何赚钱看反垄断法，到底做的咋样看判例。非常对啊，非常对。观点：川普政策解读还是要回到他遵守的主义，即保守的民粹主义。最近看了班农的视频，对此解读非常到位。保守派民粹主义主要服务于较低的工人阶级，现在这个阶层的问题主要是工资太低，长期低增长。非法移民、合法移民和贸易是压低工资的3宗罪。我就不大喜欢从标签去解读啊，我更多的还是从行为去解读啊。这是咋了？我是希望能够从行为去解读，或者是从政策去解读。从标签去解读呢，万一标签错了怎么办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大我没有意见，对你的观点没有意见。观点：川普不肯对香港援手，主要不是为了大斗，因为即使买的再多，他在博尔顿新书逼迫下，也无法说出口当作政绩。他的主要考虑还是维持股市。如果在香港大打出手，必须会和中国硬脱钩，导致美股下跌。中美脱钩，美股一定会下跌吗？这个是个问题，是吗？你想一下，美股要下跌，什么都可以当做理由。美股要涨，什么理由对他来说都不影响。所以美股下跌，我不觉得跟中国脱钩就会不一定会导致美股下跌，我是这么看啊。观点：2016年川普当选时，他比希拉里少了300万票。从一开始，他就是少数人的总统，但他执政以来没有致力于团结大多数的国民，
而是 with me or against me。内政外交，美国分裂而孤立。如今疫情不能缓解，经济低迷，人心起伏，还好，美国民主的 best 就是他根深蒂固的民间 activist， 从一开始的100万 Women's March 到 Indivisible 在各地生根开花。我还是没看懂哎，你能简单的一句话把你的意思讲给我们听吗？提问：为什么美国的能力强的人多不参政呢？现在两党领导人都是烂苹果。烂苹果为什么会变成烂苹果？那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是烂苹果。如果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也是烂苹果。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那么有些人的缺陷是在这个领域，有些人的缺陷是在这个领域。那么有些人对这个领域的缺陷不接受，有些人对那个领域的缺陷不接受。所以大家记住，越是民主政治，坐到那个位置上去的人都是烂苹果。为什么？因为媒体一定会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展示给大家看。人就是没有完美的，任何一个人坐在那里都是烂苹果。那你说为什么以前 Clinton 好像没有那么烂？ Clinton 没那么烂是因为他烂的那个部分你还没看到，或者是说他烂的那些部位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大家不觉得他是烂苹果，其实都是烂苹果，只不过有些人这个地方你不接受而已啊。人是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取向啊，所以不是现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能力强的人怎么不参政？都参政，都是能力强的人在参政啊。只不过你觉得他们烂苹果就不是能力强的，不是的，能够做到那个位置上去的人都是能力非常强的人，能力不强的人是做不上去的啊。提问：突然想到温家宝在退休时说的话，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上的成果也保不住，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悲剧还可能发生，这是否说明体制内的人其实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其实所有人都清楚，只要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你一定清楚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包括习近平也好，包括这些江泽民、像胡锦涛都清楚问题是这样的啊，都清楚啊。那明谢 WQ 啊，今天非常精彩。昨天关于选举的留言，我老婆选侃爷，我挺鄙视他的选择的，但还是尊重他的选择，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对于自己理念不同的人。感谢王老师。是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尊重其他人的不同啊，就一定要尊重其他人的不同啊。圆圆，谢谢 Kevin 黄，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那再见之前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句话，请大家作为会员啊，给我们其他的网友也做一个示范，就是尽量的包容不同的意见，包容不同的政见，包容不同的选择，好吗？好，谢谢，再见。